大家520快乐哦！我把这个调整一下。太不稳了，这个东西。好多的魔术道具。520快乐！你看一下公告好吗？你看一下公告好吗？你问录播的时候能不能看一眼公告？就看一眼都行，可以吗？你问是录播还是直播的时候，能不能就稍微看一眼录像？我真的求求你了。看一下公告行不行？我真的求求你了，说话都嘴瓢了都。看一眼公告行不行？看一眼。谢谢爱你猎手，谢谢。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然后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我怎么又有小黄车热度卡了？能不能看一下公告呀？我真的求求了，能不能看一下公告呀？说录播的可不可以看一下公告呀？可不可以看一下我的公告呀？可不可以看一下我的简介呀？真的有点不耐烦了，我的耐心。发型跟发型没有变啊，一直是这种发型啊。脸型也没有变呀，脸型我这个美颜参数我都没改过。有没有可能是我瘦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我瘦了？我用哪个号你能看就行了，你不要在意这个号是以前的号还是现在的号，你现在能看就行了。这个号都已经60多万了，你还在纠结这个大号小号的有什么意义呢？你看就是了呀。是那个号的等级排很高还是什么呢？昨天有事，昨天有工作要拍摄东西，因为今天下午接了几个广告，然后今天白天要交，所以昨天会比较忙。
不是一上来就这么多愚蠢，哎呀，一上来就是一堆让我觉得我其实这个人什么事我都不会发火，我最想发火的就是一件事情反复的问，而且自己就没有眼睛。我刚才说了，我今天下午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图要发，昨天我要把这些图跟视频拍完，所以我没有时间直播了。我每天的时间就这么一点儿，我刚说完又开始了。我真的是不是说，就你们怎么说我都没关系，但是求求你们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脑子，可以吗？就稍微动一下脑子，你人不动脑子会痴呆的，好不好？这是520这过节的，你怎么让我见识你们这么多傻子呢？别犯傻，别学傻子。你要是那些傻子，你学多了，你真的就会变成傻子的。千万别学傻子，你学多了会成真的。难受，我真的。你真的想当傻子吗？没有可能不是写的。我真的救命哦！真的救命了我救命！我想想，我为什么老是想动气了？我猜想，我应该是快来大姨妈了。笑死了！今天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友穿搭，上面是一个小吊带，下面是一个小热裤，看看我的小翘臀。我现在想到一个，就是有人说，为什么你现在好像有一点胖嘟嘟的，为什么比以前胖了？我现在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回答方法。以前我总不知道怎么回答会比较合理和得体。谢天星云逸。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确实年纪大了，然后年纪大一点，胖一点，健康，怎么样？这个回答是不是很好？年纪大一点，胖一点，健康，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有一些脂肪的保护呢，其实相对于对身体来说是健康的。你不要去信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然后让自己过度的减肥，让自己变得不健康。对，我年纪是大了呀，我承认的。我比那种17、18岁的我肯定年纪大了呀，我又不是小妹妹。是年纪大一点，你必须要有一些脂肪，这样子的话你会健康一些，身体会更健康。之前有一个医生他就跟我讲过，那个医生他说，像那种就是进那种重症监护室的那种病人，如果是那种瘦巴巴的像纸片人一样的，他这个病是扛不过来的，就是说就可能就这么去了吧。但是像这种有脂肪的人，
他就算是得了病，他也能扛得过去。不是说你们硌得慌怎么样，是年纪大了，特别是女性，就是要有一点脂肪的。这个跟硌得慌啊，跟小孩子不懂啊都没有关系。就相对于我自我的健康来说，对自我的健康来说，我觉得是人在我这个年龄是需要点脂肪，要胖一点的。但男的我不知道，男的我觉得可能也要有一点脂肪吧，男的。瘦的话就可能就去了。对，我现在因为怎么说，我现在是以健康为主，就是以自己心态健康为主，就是怎么讲，我以自己的感受为主。太胖的话也不行吧，就是我说了，胖一点是建立在健康的前提下，但是太胖了，如果说血脂高啊、三高啊什么的话，那也是不健康了。就我们的体重肯定是要在健康标准以内才可以，对的。然后我不会管你们任何说我什么，你不喜欢我现在这种胖胖的身材，也不是胖吧，我现在也不胖，我106斤，1.7米，我也不算胖。我现在这种身材，如果你不爱看，你可以不看，但是我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而去改变。过于胖的话，你还是要去减肥的，谢谢旧思情，我活着是为了我自己的，而且我觉得我直播间的粉丝更喜欢看我播的是我自己吧，就是我想播什么，或者是我想做什么，他们会更爱看。因为有的时候你发自于内心去做的事情，大家会更加感受到你的快乐，你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但是如果说有些粉丝他对你有些要求，或者他让你播这个播那个，你并不愿意，那你播的时候你就会有怨气，大家看到你的时候也并觉得这个虽然我看了，但是我总感受不到真诚。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是想去做这个事情而做的，而不是说有些人逼着你做，或者是你迫不得已去做这个事情。做自己呗，我现在就是这个感受。因为粉丝其实从以前到现在爱看的也是我做自己吧。比方说我今天想变个魔术，我不管你们爱不爱看，我都要变。反正我变得好不好，不管你们觉得我变得好不好，我也要变。不管你们接不接受这个520变魔术的礼物，我都要送给你。对，今天我要变1、2、3、4、5，我要变5个魔术。约会是不可能的，没有会可约。我就抱着我的枕头，这个就是我的男朋友。谢谢旧思情，谢谢。我睡觉的时候就这样，男朋友，哦，男朋友，你男朋友是不可能的。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我可能会更开心点吧，比起以前。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粉丝看得更开心，就是粉丝能就是从我播的内容和我的表情看得出我是开心的。只要是我是开心的，我传递的就是正能量，就是快乐的，粉丝就会开心。所以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就是我行我素。谢谢艾米送的召集令，谢谢。抽象，我抽象吗？我不抽象吧？你觉得我是个抽象的人吗？我觉得我不是个抽象的人。我不是个抽象的人吧？你们觉得我抽象吗？谢谢艾米，谢谢艾米。
你们觉得我抽象吗？不够抽象，那就好。就我不喜欢抽象的，我也不是走搞笑女赛道的。一点抽，大家记得卡卡牌子啊，卡卡牌子。然后我们抽一个这个爱恋水晶吧，上电视吧。抽象就是搞笑女，搞笑男。你觉得我搞笑吗？其实我一点都不搞笑。我有的时候想搞笑，他们又觉得我在擦边。有的时候我摔一跤，我觉得自己挺搞笑的，我发出来，他们说我那底下放了什么东西，我也不明白，所以我可能就搞笑不起来吧。真的，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我发的初衷是因为我觉得我摔了一跤挺抽象的，我觉得挺搞笑的，我就发了出来。然后结果他们就看说我底下摔一跤是因为放了东西。然后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走不了搞笑赛道，走不了搞笑赛道。什么都没漏，那个视频可能是深入人心的形象吧，或者我带着一种魅魔体质，或者怎么样的。我们抽抽这个水晶啊，38大西瓜。今天我们除了抽38大西瓜之外，我还会抽抱枕，但是抱枕现在问题是我没有收到实物，人形抱枕和方形抱枕都有，我就直接写抱枕，好吧？你们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这样了。每个小时抽一次。先写一下贞子的抱枕。然后如果你们中奖的朋友呢，除了我发给你的那个38大西瓜之外，你们记得把地址也留给我，记得把地址也留给我。我们抽恋爱水晶。为什么不能发起抽奖？所有人对的呀。为什么不能发起抽奖啊？是哪里错了？奖品数量。奖品名称最多10个字。那就直接抽抱枕吧，就不要这个38大西瓜了，多此一举。现在我们抽一个宣子的周边抱枕，是新的照片，新的有人形抱枕和方形抱枕，2个抱枕随机发货，你们抽到的朋友留地址就可以了。我们抽这个爱恋水晶，然后开始10分钟。这个抱枕你们可以这样抱着睡觉，每天可以把它这样子睡，对，这样靠着睡，或者是因为我的人形抱枕有1.66米那么高，虽然我有1.7米，但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
本身身高不是那么高嘛，如果做1.7米就可能会太长了。不是这个，是我的图片人形抱枕，所以我们不会做到1.7米那样太大了。然后就是我们做的是1.66米那么长。方形的抱枕就是那种方形的靠枕啊、靠垫啊，就是靠在这个床上那种方形的靠垫那种大小，然后随机发货，大家上电视就可以了。上电视在你们右下角一个红色的小电视机，点一下就可以上电视参与抽奖了。我们这个周边都是新的周边，之前的抱枕全部都发完了，这不是之前的那一批，而是新的一批图片抱枕，新的一批。上电视。现在抽的是孙子的周边抱枕，大家上电视，我们每个小时抽一次，大家持续待在直播间里面。不是说我有那个，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的流量卡呢？为什么我只有小黄车流量卡？不是我手里的抱枕，是我的周边抱枕，因为现在我还没收到货。上面是我的照片，人形抱枕是整个人长的，就是跟我人一样长，就是一个人的抱枕，不是我手里的这个抱枕啊。只是我没收到货，我们公司做这个抱枕，它才刚刚做好，来不及发到我这里，过2天才能发到这儿，我还没收到。抱枕怎么会有接口？抱枕就是个枕头而已，你要有什么接口？免费送你的，大家上电视就可以了。谢谢苏沫。抱枕就是抱枕，就是我的人形抱枕，懂吗？没有啊，没有 USB 接口，为什么会有 USB 接口呢？抱枕它是个枕头啊，怎么接 USB 接口？不明白你是怎么想到这个 USB 接进？你给我解释一下，枕头怎么接口呢？它里面是充绒的，它怎么接口？它接了接口有什么作用？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没有装，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抱枕会有接口呢？这就是个枕头而已，我就是字面的意思。一个抱枕，人形抱枕，你们见过吗？人形抱枕你们见过吗？不会人形抱枕都没有见过吧？你要有接口的话就不是送的了，你要有接口的话，这种叫充气娃娃，这种东西一个如果是硅胶做的话要上万的，你觉得我可以这样免费给你们抽吗？你在做梦吗？是可以做，但是你要的那种东西是不可能免费给你上电视的。我们的抱枕就是人形抱枕啊，有一个1.66米左右的我的人形抱枕，大家可以上电视看能不能报一些什么大礼物的，既可以抽到我的抱枕呢，又可以升粉丝等级牌。我不明白有些人是怎么想的，我感觉每天我都在翻白眼，就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可是有些人说出来的话，我就是每天的。我感觉我眼球都有点不舒服了，翻的。就每天从起床开始，我今天一直在回评论嘛，因为我在做那个广告，然后我看到那个帖子，我就是一直在翻白眼，我觉得我眼球都翻疼了。眼球都有点难受，现在眼球都快翻出来了。
大家上电视哦。现在闭着眼睛怎么看？闭着眼睛怎么看？大家上电视，现在抽的是宣子的周边抱枕，只要一个爱恋水晶就可以上电视了。发火也就是吐槽一下，生气是不会生气的，最多就是翻个白眼。不是，就是有些人他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他说的话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关注，是叫什么抖机灵什么的这种。可是我看到这种东西，一般只要是女的看到这种东西都不会开心的。他们这种心态就像是小学揪女生小辫子的这种男的，非常的幼稚，非常的小学生。就是他不会让任何人对他有好感，他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这个注意是坏的注意。比方说年纪小一点的，或者被就是那种没有怎么被欺负过的人，他看到这种东西，他可能会跟你怼两句，你就觉得谢谢摘星星，谢谢摘星星，谢谢摘星的守护，谢谢。直接开了是不是？你像那种年纪小的人，他因为看得少，他可能会发火或者跟他争吵，那么这个人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博取了这个人的关注。但是像我这种比较成熟的女性，看到这种东西，我就是把他拉黑，或者我直接就不理他。得到的结果就是要么我把他删掉了拉黑掉了，要么就是我都不会理他，要么就是喷他一句。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就你真的想让别人关注，就说一些好听的话，而不是就用这种方式去引起别人的注意，是不是？就你要学会去赞美这个事情。现在这个社会上会赞美的人太少了，都是那种一天到晚这个梗那个梗那种，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这种梗，然后在网上博关注。什么还是吗？肯定不是了呀！谁30多岁还是啊？什么初吻还在吗？肯定没有初吻了呀！说什么呢？一天到晚的。有初吻代表了正常吗？我反而觉得有初吻代表不正常。我要是现在我长这样，我连初吻都还在，那我好好要检讨一下我自己了。是不是我没有女性魅力啊？人家连亲都不想亲我。就是我觉得很愚蠢，我说不上来，反正。大家上下电视，我们还有1分钟，突然感觉是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事情的主动权掌握在男人的手上。如果男人你没有主动去亲女生，女生一般也不会主动亲你的。所以这个男孩子跟女孩子是不一样的。像我这个年龄的女人，你不是说大大小小长得漂亮或不漂亮，身材好或不好，基本上都没有初吻了，不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有初吻的，一定是，反正我觉得就不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只能这么讲。超级洁癖，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家庭出生的女孩子，这个年龄了是一定没有初吻的。因为谈恋爱是他的一个谈恋爱是他的一个健康成长的必经之路。你在适当的年龄就应该去谈恋爱，你在适当的年龄就应该发生关系，这是一个健康的女性该走的这条路，而不是说那样是好的。
什么年龄啊？谈恋爱不就是17、18岁初恋吗？对吧？17、18岁初恋，18岁快要考大学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想要考同一所大学，共同的努力，考上大学了之后在一起，不就是这样一个经历吗？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想着两个人是相爱的，然后考上同一所大学嘛，对吧？就是这个时间嘛。现在中学的好多啊，那你也不可避免，对吧？有些早熟的也正常，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发展的网络时代，大家都看得到，肯定会早一点知道这些事情。因为网络太发达了，但是早一点，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现在网络再多么的发达，也不会说是那么提前的去有这些事情的，就是适当的年龄做适当的事，这才是最健康的。我觉得就是奇怪的是，你比方说18岁以前，父母亲跟你说不要谈恋爱，然后等到了你大学一毕业，父母亲催你快要找男朋友女朋友，快找，快结婚，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在想，就这么几年，你不是叫我不要谈恋爱吗？怎么又催着我要找了？哪有人这么短时间之内，能找到自己的真爱天子啊？是不是？20岁读大学的时候不许谈恋爱，17、18岁不许谈恋爱，一毕业21、22岁快点找女朋友，快点谈恋爱，是不是很好笑？谢谢老虎。恭喜冷轩，你运气好好哦，520快乐。当初我说经常找对象，就在他们都急了。抽的福袋抽的是，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的想法更加的开明，父母的话也更加开明的话，以后会更好，就是像这种情况会更好一点，就是随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而不是说跟随了，就是大家到这个时候就要结婚了，到这个时候不该谈恋爱，就我现在想谈恋爱了就谈啊谈，然后到我不想谈，比方说大学毕业工作我不想谈，我想好好工作，那就好好工作，那等到我结婚的时候，我想结婚的时候我找到了，我就想谈就谈嘛，对不对？你就随自己的想法就好了，你不用去管人家。人家现在父母可能会说，人家家里的现在都几个孩子了，或者都结婚了，或者怎么样？你说人家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人家跟我们家又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是我，人家是人家。我现在不想结婚，为什么要逼我？我觉得我现在更适合工作，这样子。什么时候可以遇到啊？其实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两性关系，在这个520这个特别的时间，我刚才总结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想要跟大家说，在两性关系上性压抑的这个事情。其实性压抑它并不是真正的是性压抑，等我变好魔术再跟你们讲这个深奥的话题吧，先快乐，等到过了12点我再跟你们说。性压抑其实是爱压抑，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有些人误把性压抑当成是性压抑，其实是爱压抑。大部分人都是缺爱的。如果说我们能得到足够的爱的话，我们也不会把这个性压抑当成是爱压抑当成是性压抑，我们就不会疯狂的去有上瘾，或者是想要做这个事情的。等到我们玩好了之后，我再跟大家讲这个比较深奥的话题，好吗？
因为这个话题讲着讲着大家可能会容易睡觉，所以等到我们快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两性关系。我不是天天都在爱你吗？讲的好高深，也没有很高深，只是我有的时候会思考一些问题。还有就是现在的人太理智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我们在思考任何事情的时候，已经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感受了。我们在思考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哎呀，我会不会被别人当成是舔狗？我不要这么做了。当我真心真意的想要去喜欢一个人，去追求他，我想说甜蜜的话语的时候，我会害怕被别人当作是舔狗，所以我不说。这是什么在左右你？你的理智在左右你。我是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更在感情的方面啊，其他方面我不说，我是觉得在感情的方面，我们更加，我觉得是应该自己少思考，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用感情去决定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意见，但是你们说，哎呀，我好像我害怕被渣女骗，或者是我害怕怎么样？你这样会活的，在感情方面会非常的不快乐啊！谢谢续费，谢谢。爱情本来就是个不理智的东西，刚才有位朋友说的很好，爱情就本身就是不应该去用理智去判断的。如果当你用理智去判断爱情的时候，它也不叫做爱情了，叫做交易。就比方说有一个男人，他跟一个女人说啊，你心情不好，我就给你买一个包包，一个包包解决一切。等到了这样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爱情也变成了交易呢？你说这个女性她想要去在这个男性这边去寻求情绪的需求的时候，而这个人给了她一个包包，她的情绪有被真正的满足吗？并没有，只是暂时性的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是爱压抑。爱压抑怎么说？爱压抑就是我的情绪没有得到满足，我没有真正的被爱，我只是觉得他在打发我，就像是打发一条小狗一样，给你一个零食，然后你要乖乖的听话这个样子。在爱情这个上面，我是觉得应该不要太理智的去说这样子的。我的周榜怎么这么辣？我这么辣也跟你没有关系啊，我喜欢这么辣，因为我不问粉丝要礼物，就这样。你觉得一个好的主播是要用流水去衡量的话，那你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主播好了。我无所谓啊，辣就辣好了呀，因为他们本身就穷哥嘛，我又不能逼着他们送礼物，是不是？那你们觉得一个好的主播是用周榜跟流水去衡量的吗？是吗？我问你们是不是？我问大家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播，你爱看的主播是用周榜和流水去衡量的吗？如果周榜和流水不好，就证明这个主播很辣，是吗？很差。你觉得是，那么你就不要看我，因为我是个很辣的主播，因为我不会圈钱，好吧？你去看会圈钱的主播就好了，你不用待在我这里的，因为在你的世界观里面，我是一个很辣的主播，所以你没有必要在我直播间再继续观看了。我今天来直播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我没有说要大家送多少的礼物，因为我现在今天是520，我只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这个周榜不周榜的，其实我今天并没有太在意。如果大家愿意给我送礼物，我当然很开心；不愿意给我送礼物，我也不会说。只要你们不说侮辱性的语言，只要不骂我，都 OK， 都可以待在我的直播间。你们可以去看你们所谓的就是很不辣的主播，流水很高的主播，好吗？出门走走不送。谁会骂我的周榜？刚才有人骂了呀，我会做流水的，但是我今天
不是太想在意流水。我今天是想大家过一个开开心心的520，然后我准备了很多的魔术给到大家去变的。我知道现在能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都是比较寂寞的，所以为了排除寂寞的话，就多多看我就好了。等一下我会轻轻的跟你们说话的。如果你们看了我已经拉得很可怜了，可不可以给我卡一个牌子，2兔牌，就1毛钱卡一个牌子就可以了。对，如果你已经看了很久了，你就看了超过1分钟了，然后你就给我卡一个牌子就可以，然后你就继续待在我直播间里看就行了，然后发弹幕，只要有牌子的人我基本上都会回复的。谢谢我，1个小时我抽一次抱枕，不是这个抱枕，是我的周边人形抱枕，谢谢神哥，谢谢。对，大家卡一个牌子就好了，卡一个牌子。谢谢 GV， 谢谢。我会做流水的，但是不是今天。我会想做流水，我当然想做流水了，但不是今天。因为这2天，前段时间我是去了那个釜山。谢谢回忆，谢谢回忆。谢谢回忆的守护，我们开了守护的，我们进一下宣子的群，高级群，先来拉一下他。我们开过守护的宝贝，我们进一下宣子的高级群。谢谢海蛇，谢谢。进了，就是我们只要开了守护哦，就是12级了，看到没有？12级我们再进一个粉丝群。身体乳的抱枕，好。记得卡牌子，谢谢，没事随便看啊。我现在来开始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5个520小魔术。第一个魔术叫做第一个魔术叫做三色神奇的3色绳子，我自己编的名字。神奇的3色绳，我自己编的名字。大家看到12级有群的，12级我们粉丝牌12级可以进群，不是你消费等级12级，是粉丝牌。我要开始表演了。大家请鼓掌和点赞，谢谢，请关注、鼓掌、点赞。谢谢万九的粉丝牌。大家看到了，这是有3个颜色的绳子。现在呢，我要神奇的把这3个颜色的绳子串联在一起，并且把它们分开。你信不信呢？我知道你不信，但是我马上就会让你信服。这是一个黄色的绳子，我把它挂在这里。然后我先给大家检查一下这个绳子，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没有问题吧？没有任何的问题，有没有问题？仔细看一下。屏幕前的你仔细看一下这个绳子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条红色的绳子。擦了个边，但是不要继续看这个红色的绳子有没有问题。谢谢听猫，谢谢。有没有问题？红色绳子有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好，有什么问题来冷轩同学说一下，这个红色的绳子有没有什么问题？红色绳子有啥问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看蓝色的绳子，有没有什么问题？蓝色的绳子
没有问题。好，那我现在呢，把3个绳子都挂在我的身上，把这个黄色的绳子打一个结。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问题？系紧，要有手法，手法是这样的。红色的绳子，我来给它打一个结。蓝色的绳子，我依然给它打一个结。没有问题，是不是没有问题？3条绳子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要把它3个绳子，不要眨眼哦，大家不要眨眼睛。哎，没有穿进去。失败了，但是大家不要着急，我继续。结我没有打开，但是我穿进去了。穿帮了，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我现在要把这个黄色的绳子穿进去。在没有打结的情况下，我把3个绳子全部都穿到了一起。哎呀，这个收声太明显了，我不应该开这个话筒的。要是没有这个话筒，就收不到这些细节的声音了。现在呢，我要把这3条绳子在没有开结的情况下把它拿出来。还没有搞好，等一会儿。这个手法不对，是这样子的。现在我把三个颜色的绳子全部都分开喽。好，下面我要变第2个魔术。是有什么风？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空的一个兜子，空的一个兜子，看到吗？大家请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来，这个同学上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你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它是空的，它是我这边把单拉链打开，
看到没有？它是一个全部都是空的一个小兜子，看到了吗？现在我要凭空变出花送给大家，你们信不信呀？你们信？不要说话。嘘。现在我要凭空变出花给大家，看到了，这个是一个它没有任何的东西的一个对吧？现在我要变出花给大家。咦，竟然出现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萨瓦迪卡，我是夏威夷的女神，夏威夷的女神，萨瓦迪卡。厉害吗？是不是很厉害？我凭空给大家变出了一个花。这个收不回去了，我下次不能再变了。这个一次性的呀。然后我下次变，我得再买一个这个东西。这个魔术怎么样？大家鼓掌！大家鼓掌！大家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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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难道不是天才吗？好，现在休息一下，喝口水，我继续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是一个新人魔术师，希望大家能多多的支持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鼓励我跟支持我。然后我们接下来再上一个电视吧，再上个电视，1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再上一个宣子的抱枕，因为这个抱枕我是1个小时抽一次，人形抱枕跟方形的抱枕1个小时抽一次，大家抽爱恋水晶就可以了。如果能抽到大的，我的流水就可以上去了。希望虎牙给一点面子，谢谢。你们想抽大西瓜可以跟我讲。哦，抽到了，抽到了，谢谢艾米，谢谢艾米，谢谢艾米，谢谢。抽到了，艾米抽到了，抽到了，刚说完。虎牙给我点面子吧，让我抽到点好的。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变一个非常厉害的魔术了，这个魔术我刚才已经训练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专门为了给大家变这个魔术。但是这个床它有点不是很平，所以可能变得不是很好，等我再训练几次会变得更好一点啊。好了，谢谢 LSTO。有点紧张。哎，怎么下不去了这个？哦，好。啊，谢谢激将的告白列车，谢谢激将，谢谢。Yes， 我抽到大的了吗？这个是不是很大？谢谢激将，谢谢。Yes， 虎牙终于给了我点面子了。虎牙终于给了我一点面子，谢谢。
好，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魔术啊。我要把这个硬币呢，从这个杯子的上面隔空，把它变到这个里面去。就变完了之后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选一个大的硬币或者是小的硬币，然后这个是一个500，这个是一个100，这个是一个50，你们选一个硬币。我好像搞错了，不行，这不是这样子变的，我搞错了，这个我先不变了，这个魔术。不是，我硬币少了一个，没法变这个。这个变不了，硬币少了一个，硬币少了一个。这个魔术我下次给你们变好不好？还没有练好。这个硬币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本身有4个硬币的。谢谢前10晋升送的御天苍龙，这是什么？御天苍龙是什么？御天苍龙。御天苍龙是很大的礼物哎，谢谢啊！开心！这个是要手法的，因为是这样的，我本来是有4个硬币的，我可以变，然后现在少了个硬币，它变不了了。但是怎么变的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这是机密，这是魔术师之间他的私密的一个事情，就是不能往对外说的。那我怎么变的话，这辈子都不会告诉你。还有别的魔术，还有2个魔术，还有两个比较小的魔术。这个魔术带我再练习一下，我练习了半个小时。我明天再给大家变一个隔空喝水。这个你们是绝对猜不出来为什么会这么变。但是我那个道具现在，不是我那个道具，我那个杯子现在被猫给搞破了，我要重新买。被猫弄破了。扑克魔术我也有啊，本来今天是可以变一个隔空喝水的魔术，然后杯子被猫弄破了。这个是少了个硬币，也不知道被猫弄到哪里去了。好，我现在给大家变一个黑，又提醒我了。我现在那个钩太大了吗？超乖，我现在立刻就改，你不要封我，我现在立刻就改。今天520给大家点面子，给我点面子。这个魔术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它是一个小丑，对吧？然后这个小丑你看到它是黑白色的，我现在可以在1秒之内让这个小丑变到有颜色，你信吗？你信不信？这个小丑现在是黑白色的，我可以在1秒之内我把它变成彩色的。不是拼图，它是一个黑白色的小丑。不要眨眼，看好了。又变成了黑白的小丑。刚才仿佛是在做梦一般，它变成了彩色的，实际上它并没有变成彩色的。这是我给大家施展的一个幻觉，是不是很厉害？
接下来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魔术，这个魔术呢，就1秒钟可以震惊世界所有人。我只要吹一口气，我就能变出 money 来。谢谢深蓝，厉不厉害？以后如果没有钱了，就让我吹一口气，你就有钱了。要不要求我呀？求我呀，求我，我就给你吹口气。求我，我没有吐口水。这是一个红色的红包，来，现在我让你吹口气，好吧？来，对着它吹气，来，我数3、2、1，然后你说噗，好吧？好，3、2、1，你怎么不弹啊？这个道具失灵了，看到没？只要你吹口气，我现在就变出了钱来。怎么回事？这个道具啊？哎，现在好了。好，重新来啊！重新来，来，我们来，刚才我怎么吹的来着？你再来吹口气，来，再过来吹口气，来，吹口气，吹。哎，为什么每次我真变的时候，他就给我搞事情啊？奇怪了，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我刚才是好的哟，这不是好的吗？这不是好的吗？哎，服了，真的是。我怀疑有人那个在故意的搞我这个魔术道具，就明明我刚才这样子搞的时候是好的了，为什么变的时候它就不弹了呢？没关系，我还有很多的魔术，我还有很多的魔术，今天只是试水，只是试水而已，变完了但就是其实这个魔术呢，我可以给大家解密一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魔术。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出去在大家面前展示你高超的技艺，想要给大家博取一个好感，让大家觉得你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魔术大家就可以去变了。那现在我教大家是怎么变这个魔术的啊。就是这个红包它其实是有一个夹层的，这个夹层它中间你看它是可以弹的，所以我们把钱呢，我们把这个你要给大家展示什么钱，100块钱也好，多少钱也好啊，我这个是5万块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放在这个位置，放在最底下的一层，然后这个上面我们来一个这个东西，把它手正好卡在这个位置，我们在展示的时候，我们的手要这样子捏着，之后你在变的时候，把这个上面这个手指头松开，它的钱就掉出来了，就变出来了，看到没有？它的钱就变出来啦，变出来了。这个是韩元，这个是韩元。这5万块钱的话，差不多换算人民币是多少钱来着？哦，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你想要美元也可以啊，你要什么都能变，你要什么都能变。250块钱。好了，我今天魔术都变完了，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很厉害啊？而且我还教了你们个魔术，你们得感谢我，你们得给我点关注。如果不点关注，下次我在变魔术的时候，你就学不到了。我觉得全平台也只有我会变魔术了吧？你纵观全平台，谁会变魔术啊？啊，是不是？
我才不是搞笑的呢，我正经变魔术的，就是我的手法还没有那么熟练，因为我是新人魔术师，我刚刚入这一行，我今天是第一天，我只学了半个小时都不到，所以能变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非常非常的牛了。我再学个几天，马上就是高级魔术师了，你们不要看不起我。我现在有很多，我扑克牌也有的，我在练习扑克牌的手法，我的手法无可挑剔。谢谢你，你非常的有眼光，你非常的有眼光。我是未来魔术师星星的希望，一颗星星在冉冉的升起。魔术行业现在已经非常的差了，你知道吗？等我学会了之后，我要到那种酒吧里面去变魔术，大概变一次，我觉得怎么样可以收个100-200块钱吧，是吧？对不对？我就不会没饭吃。让他们点我变魔术的话，200块钱一次嘛。对呀，现在那些酒吧很无聊的，如果有我这种魔术师，是不是可以给酒吧增添了一些色彩？大变活人，很快吧。我下次要变切手的游戏，但是有点血腥，我害怕这个。我害怕我直播间不能审核。我本来今天是想变切手游戏的，切手魔术的。我把我整个手切下来，我就把它还原。你信不信？太血腥了，我怕直播间他不让通过。我手不会断，我切了之后再把它还原。切鸡爪不可，我就切我自己，很吓人，很惊悚的，很恐怖的。没有直播间一些人可能吓到晚上睡不着觉呢。我这个魔术变了之后，直播间的人可能吓到晚上都睡不着觉，非常的血腥，血腥程度非常厉害。你秒声一个给我看看。我现在只是没有变，我变了你就知道了，你不要觉得我在吹牛。手整个被切下来，再把它还原，直接手分开。他可能白天太忙了，他要睡觉。我这种节目放在虎牙那可是独一无二的。你去纵观整个虎牙，谁会表演切手游戏？所以你一定要点，不是有切手游戏，切手魔术，点个关注吧。这个魔术我在筹备中了，已经。我要稍微的练习一下手法，你最后一次我变完之后，我手可能要到没有的危险。就我的手可能变完这个魔术可能接不回去了，非常的危险。就是先大家帮我打好那个120吧，就在我切的时候帮我先准备好120放在手机上，如果我手真的接不回去，你就帮我摁下去。切手指，切手，直接切手。闭眼变天黑，睁眼变。厉害！那我收你做徒弟吧。你们要做我的徒弟吗？你们要拜师吗？你们要拜师的话，把你们的名字改一下。如果你们想要拜我做那个变魔术的师傅的话，你们把前缀改成恩师宣子，然后什么什么。那我就做你的师傅。魔术大师宣子，你就写你的名字，写魔术大师宣子。不，你要写魔术大师，不是尊师宣子，是的，尊师，对，不，写魔术大师4个字。那吓哭吗？毒师为什么是毒师？毒师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是毒的呢？我不毒呀，我一点都不恶毒，我也不狡猾，就是你要么写魔术大师，你要么写尊师都可以。制毒高手，制毒高手是什么意思？这样就是我以后教你们魔术，你们学会了之后，可以在同学和朋友的面前去表演，大家就会觉得你非常的厉害，然后所有人都非常崇拜你，你信吗？你在我这里学一个小技能，然后到生活中，哇，收获一堆迷弟迷妹。Hello， 您那晚上好。把手接不回去。没有链接，这个道具没有链接。道具都是我自己制作的。我是一个魔术师，我的道具都要自己制作。我也不会告诉你们我怎么制作，除非你写尊师宣子或者写魔术大师宣子在你的名字前缀，我就告诉你我是怎么制作的。你的名字不改，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不发，我才不发呢，我才不发呢。不，我不发，这是我自己制作的。我不发，我没有链接。谢谢翟星星的爱与行游，谢谢。怎么又有了？是你抽的吗？翟星星，我看看，300个水晶。哇哇，又抽到了，看看。谢谢翟星星，谢谢。520快乐，520快乐！希望明年的时候能看到你们的女朋友，找到了女朋友。我希望明年这个520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看我直播了，跟女朋友过吧。跟女朋友去过吧，明年就别看我直播。感觉蛮有道理的。明年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看我的直播了，赶紧去找女朋友吧。不过我觉得520这个节日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节日的日子，它并没有是什么节日。为什么会出现520这个日子？一个是商家搞的那种赚钱的噱头，还有一个是变相的去用这种节日去表白或表达自己的爱意吧，就是有借更多的这种机会可以去告白。而且521是节日吗？521是节日吗？也不全是资本，其实我的理解是资本是一部分，但是也是推动经济的一种方式。有这种节日，经济能调动起来，其实也是好事。再说了，你可以通过这个节日去告白，或者是表达你喜欢一个人，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而且也不仅仅是说你要去喜欢情侣之间的喜欢，你也可以跟你父母说呀。你跟你妈妈说520快乐，你跟你爸爸说520快乐，你跟任何人都可以说520快乐，因为我爱你是不分任何关系的，只要是你爱的人，你都可以跟他说520。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呀。你想，如果平时的话，像在我们国家，我们网络太发达了，吃饭叫外卖啊，跟我说520，谢谢谢谢，记得跟自己家里人和爱的人说一句520快乐，发一个小红包都可以。
你想啊，就是我们商家，我们现在线下的这种实体越来越不好做了，很多人都不爱走到线下去买东西。那有了这种节日，就可以通过这种节日，大家走到线下去，烟火气就会旺一点，其实是一件好事。这种节日可以多来一点，什么520、521呀，还有什么13、14，没有13月13、14，这个好像没有这个节日，就是这种可以多来一点。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老喜欢待在家里不出门了，也不爱出去消费啊，买什么东西都在网上啊，叫外卖也都在网上啊，这样子。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你想，如果说你跟一个女孩子，本身是异地恋啊，然后见面的机会就很少。如果有这些节日，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些节日的理由多见一点呢？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她的男朋友，那是哪个外地的，我忘了是哪个地方的。她说她男朋友给她个惊喜，今天晚上520什么来找她了。我说那太好了，实在是。那如果不是520，她男朋友不就不来了吗？我不是花瓶那我是什么？其实我挺想做一个花瓶，我想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花瓶。异地容易出轨，结扎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没去弄过。我是仙女，真的假的？被你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因为情侣之间，特别是异地恋的见面的机会会比较少，那就会有一些特定的节日去见啊，情人节啊，什么520啊这种节日，可以多来一点，这样情侣就可以多见面了。其实我也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能多赚一点钱，这样都会对所有人都会更友好。我希望每个人他都能赚很多的钱，这样的话他对每个人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都是笑脸相迎，就不会因为自己赚不到钱然后心情不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太天真了。那没有，我不天真的，我非常的邪恶，包括我非常的势利眼，然后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坏女人，一点都不天真。我知道很难啊，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就像很多人，他们有些人他希望别人赚不到钱，或者是陷害别人，或者是说别人坏话，都是希望别人不好。但是他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他如果希望别人好，那别人也会真诚对待他，人家也会对他好。他如果自己变好了，他也会对别人好。为什么他希望别人都变得不好呢？是不是这样？那别人都变得好，不就大家都好了吗？为什么会希望别人变得不好呢？这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我一直都觉得，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希望别人变得不好，而不是希望所有人都变得好？人性就是这样。那你怎么敢赌别人对他好？你去相信，你就相信，你去真诚的对待别人，你相信他会对你好，他也会感受得到的。你对他好，你真诚，别人也会对你好，不都是这样的吗？虽然是有很多的坏人，但我相信大部分人，如果你真诚的对待他，你是真心对他好的，他一定是能感受得到的。
就是以前可能碰到一些坏人啊，让他无法去信任别人。你说话的时候看着别人的眼睛说我爱你，你感受不到吗？我又不是在演戏，肯定感受得到啊。每天都这么漂亮，谢谢回忆，谢谢。昨天没播。我要给大家讲一些深奥的问题了，然后呢，等12点开始，我就跟大家讲点关于两性的事儿。先我把这个弄稍微离开一小会儿。回来了。没有，是我自己离开了，跟超管没关系的，别误会超管。我说离开一小会儿，我说。拿个耳机线。我是自己离开的，跟超管没关系，你们不要冤枉超管，不要冤枉他。他今天从头到尾只提醒过一次，我的胸没有封过我。让我看看我的宝藏计划。宝藏计划在哪里？宝藏计划。我开空调底噪好大呀。没发了，回来了。0点了，大家把虎粮丢一下。0点了，大家把虎粮丢一下。然后我们再上一个电视。这一次还是你们是想抽大西瓜还是想抽我的抱枕啊？
要换衣服的话要那个有点诚意啊，不要用嘴巴说，因为换衣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谢谢 HA。你们要抽大西瓜还是抽我的爆种？我现在要上电视了，继续。两个里面选，不要额外的再说其他的东西。这样可以吧？放到这里。谢谢小虎呀。这底噪有点大。我跟你讲个事情，但也是我自己主观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现在年纪多大？我想问一下，现在年纪有多大？你们自己多大的年龄？说真实的年龄，不要跟我瞎说啊！不要跟我瞎讲，真实的。你觉得自己现在身体好不好？就是你们每天对这方面的需求大不大？比方说你比2年前差太多了。那你会不会觉得你比起2年前情绪的起伏会更大了？就是你比起以前上学的时候，你的情绪的起伏会比之前会更大一点，有没有这个感觉？就之前可能老是想着那个事情，但是现在会有一些情绪的起伏。没有？那你现在情绪的起伏也没有，还是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那方面的还是想要，那证明你还年轻，那方面的功能还没有退化，是这样的，就可能是代表我主观的一个想法啊。我会觉得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男的，他们慢慢的开始对情绪的需求会变大。就是我拿我爸举例子吧，我觉得他以前并没有说对我妈那么多抱怨啊，或者，可是现在他开始追求说我妈不在意他、不爱他这种事情，我就是会觉得年纪大的男人，他会从一个性的需求变成一个情绪的需求，这不代表他的一个转变，只能代表他情绪的需求其实一直都在，只是被他的性的需求给更大范围的给盖住了而已。之前年轻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析为情绪漏了就漏了，也无所谓的，本身就用的就看不清什么东西。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当你那方面变得不行的时候，你的情绪需求就会慢慢的暴露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吧？人的情绪需求是一直有的，因为女性她的
他的情绪需求会比男人要大，是因为他不像男人。就我爸的例子，很多男的都是这样，不止我爸。我认识几个不是很熟的男的，他们经常喝酒。喝酒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喝酒呢？想要开心，想要快乐，对吧？那为什么想要开心，想要快乐？平时找不到开心，找不到快乐，那为什么会这么缺乏情绪，这么想要被满足？不就是因为不行了吗？然后开始追求情绪的东西了，对吧？是可以这样理解吧？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如果你的身体还非常的好，你的性需求还非常的大，证明你那方面现在目前没有问题，你没有太多的情绪的需求。但是当你开始追求这个感情不感情的时候，就像一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的时候，那你那方面一定是开始下滑了。开个玩笑。我说了，这只是我的主观的想法，并不代表了所有什么研究学家，或者并不代表了什么代表，没有任何的代表，这只是我的主观想法。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这句话我声明了很多次了。那有什么解决办法？你年龄大了一定是会慢慢变不行的，年龄大了怎么可能比年纪轻的时候更厉害啊？这不可能啊！我的主观很正确，不一定正确，但是通过我的分析和收集，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对，因为女人她那方面其实需要男人去调动的，她不会凭空的突然之间产生的。但是男的他起反应了，他就是会更加的激烈一点。跟女人相比，男人这方面确实是占主动权，是这样理解吧？所以女人她情绪需求会比男人更大一点，从任何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好，还有43秒，大家上电视。可以把抽屉里的抽纸放一边去吗？为什么？不行，那挡着那里，不然的话会露出。这个才是女人更重视的事情。我有一期专门讲过男女需求的不同，就是在两性方面男女需求的不同，讲过这个事情的。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所以你们不要老是在那边觉得自己弄多了，理解吗？那我为什么会看重这个呢？就是他是自己先舒服，还是先想让我舒服？我想看他在不在意我，他会不会把我放在他前面，这才是我更在意的。那就谈到这个舒服这个事情，它有好几种方式，它不只是那方面的链接，它有可能是拥抱，有可能是 kiss，有可能是手，有可能是嘴，都可能呢。所以你不用太在意那个方面的链接，它只是整个过程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它并不代表了全部。你的肢体接触，你的所有的一些亲热的行为，它都代表了，它都是的，全部都是。感觉跟氛围是都很重要的。你们真的是要在这方面变得很厉害，不是去让它多大或者是时间多长，而是去想怎么样在这个氛围当中能做得很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氛围上跟他相处的这个氛围上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去了解女性她喜欢的那种氛围是什么，什么浪漫啊，什么这种东西。因为两个人之间去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互相的，你给他，他才会给你。你如果在想我为什么要管那么多屁事的时候，那他也可以想我为什么要管你那么多屁事，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想的多一点，对方能感受到你在关注他，你把他放到前面，那对方是不是也会对你更好呢？两性这是最直接的东西，比起交往来说，比起谈恋爱来说，它是更直接的一个反馈，更迅速的一个反馈，它比恋爱会更迅速，更反馈更快，速度能理解吧？非常的重要。就像刚才有个人说，管那么多屁事，是你不用管那么多屁事，那对方也不会管你那么多屁事。当你不注重对方感受的时候，对方也不会注重你的感受，对方只会想着你快点结束。长此以往，对方只会把你当成是一个任务去完成，他并不会考虑你的感受，做完就走了。你想要这样吗？是这样的，互相的，人是互相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不要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在两性关系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些细节很重要。上次讲过了，这方面和谐才是真的能维持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要觉得好像性格好啊，生活上合得来啊，就可以在一起很久。不是的，你是男女朋友，你们不是亲人，不是爸爸和女儿，不是妈妈和儿子，你们是情侣，你们要做情侣该做的事，你们就应该把情侣该做的事这件事情放在第一位去维持，知道吗？你跟你的朋友相处，跟你的情侣相处，跟你的父母相处一定是不一样的。性格好只是生活上的，生活上的和谐相处不重要，脾气再差，生活再不好，性和谐，两个人照样能走得很久。如果你是真的把对方当成男女朋友，而不是当成一个保姆的话，而不是当成一个合作伙伴的话，当然如果说你结婚只是合作伙伴，利益互换，合作关系，那你不要把我这句话当回事，你就当我没说就可以了。我讲的是男女之间，时间长了是不会有，但是你要主动的去迈出这一步。迈出哪一步？提起两个人的情绪跟新的欲望，就是我们找一些感觉。你比方说我们一直在沙发上，我们可以换到厕所、浴室，这都是一个改变的，迈出改变的第一步。如果你不想改变，对方为什么要改变呢？怎么去活？时间比较长，没有怎么办？有什么怎么办的呢？恭喜，没有谈过那么长时间的恋爱，我不知道。你觉得多少时间算长呢？你觉得多少时间算长？就是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要互相去经营的。就比方你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有点腻了的时候，你可以刻意的制造一些分离，然后两个人再次分离个1个月。你可以甚至于，我觉得你可以申请去外地工作或者去国外工作，增加距离感，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不能一直在一起的，特别是情侣。爱情就是因为时间在一起太长了去魅的，所以要分开。就像你跟你的父母那不会啊，你怎么这么不信任对方呢？你怎么这么不信任对方？就像你跟你的父母啊，你上学的时候
放假、住校、放假回家，刚回来的两三天，不要太开心哦。父母对你不要太好，住个1周、2周，你看看父母对你是什么态度。人跟人之间在一起久了，就是会有分歧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故意去制造一些距离感，让大家都保持这种神秘感跟美好，就看你怎么去经营。比方说，虽然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你们是情侣，但是又要保留你们自己的秘密，自己的个人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用把自己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全盘托出的。你虽然是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你们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们只是在一起谈恋爱，你们不是粘在一起了，不是成为一个人，你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你要明白这一点，才能保持新鲜感，越走越远，这样子。就是要去刻意的制造一些东西的。你要问什么问题，记得把牌子带起来，点个关注。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在这里问我为什么要理你啊？你带牌子的人我会理的，最低要求你卡一个孙子的牌子，最低要求。夸你帅很好，你就一直帅下去嘛，保持。但是你不要普信。那我们来讲这个性压抑吧。我可能过了12点，我们讲一些严肃的问题。你们虎粮丢了吗？虎粮丢了吗？女朋友比你大30岁，大30不要去，太年龄相差的太多了，不好。我觉得年龄最多相差谢谢前世今生，谢谢你在我这一直在押宝是不是？你押了这么多，感谢，爱你哦，谢谢你的小金猪，谢谢你的小金猪。年龄相差不能太大，肯定是有代沟的，说没有代沟是假的。网上那种，其实我不是很看好网上有一些相差很大的女明星跟她的男朋友，我不看好的。我从来都不觉得年龄相差的太大，什么年龄不是问题这种事情。首先你的身体上就已经不一样了，女的太大男的太大都不行。是我是不看好的，但是是我主观，但我不会提。因为人是会变的，总有一个人他在长大。就是说，比方这个女生她跟这个男生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她年纪比较小，她看中的是这个男人比较成熟。但是当这个男人变老了，这个女孩子慢慢长成熟的时候，她又觉得这个男人的身体不管是什么，她肯定会嫌弃的，100%嫌弃的，会不平等的。女人跟男人更加了，这图什么呢？就从来我不看好任何一个年龄差距太大的情侣。我觉得相差的话，差不多在10岁以内吧。如果超过10岁的话，我都说不看好。10岁以内，就是最多10岁，最多10岁，再超过10岁我不行，我接受不了。比我大超过10岁的可以，比我大就超过10岁的不可以，10岁以内的可以。这是我跟你讲，以前5岁。我以前是5岁，现在是10岁，比我小10岁或者比我大10岁以内，
它是一个小猫车，一个猫车，就是身体上肯定不行呀。你比方说，这个男的他现在20多岁，女的已经40多岁了。年纪大的时候，这个男的在正值青春壮年的时候要去照顾一个老奶奶，为什么？凭什么？什么叫相互扶持？就是差不多的人啊，当大家都平衡都是这样的时候，心里才会平衡啊。你也知道人性是不是？我觉得就是不行，我觉得就是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意思是，他20多岁，他长到40岁的时候，对方40多岁，现在多少岁了？40多岁是男人正值壮年的时期，可是女人多大了？这个女人如果40多岁，这个男人现在是20岁，我问你，他这个女人多大了？你觉得你相信你相信神？你相信童话吗？你相信童话？我不相信。对呀，他40岁的时候，女方已经60多了，凭什么呀？是我不愿意的呀。所以你在找的时候，你就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呀。我不喜欢找年纪比我太小的，我喜欢找跟我差不多的，就是思想差不多，年龄差不多，经济条件差不多就可以了，门当户对就行了。我不希望我不想用一个年纪小的男人去证明我有魅力，因为我本来就很有魅力，我不需要去证明这个。对，我现在年纪是不小了，但是我也不想找年纪小的男人。10岁以内，不能超过10岁。就是比我大10岁以内，或者比我小10岁以内是可以的，但是超过就不行。超过我不接受。比我大10岁以外的话，连拍照都不会。我出去拍个照，他不知道在拍点什么东西，我就会发火。然后我在讲网络上的梗的时候，他接不到，我就会觉得我跟你有代沟。要比我小10岁以下的话，我会觉得他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跟他在一起就会很难受，能理解吗？我希望能够聊得到一起去的朋友，就是我们俩是平等的，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不希望说谁在谁之上，或者谁在谁之下。对，是同频的人，没错。他为什么一定要负责去懂你的情绪呢？对方，如果一个对方一直在迁就你的话，如果他年龄很大，他为了迁就你年轻的东西，他是不开心的。我希望的就是这个人，他做的事情，一切的事情，他说的一切的话，他都是自发的，而不是他为了去迎合你而做的。在这段关系当中，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希望对方也不是这个样子。对的，是的，苏沫，你说的对。到现在还没有讲性压抑。他在偷听。他今天没有睡觉。等会儿到1个小时，你们再提醒我一下，我再给你们抽抱枕。这是一个
裤子，这样的裤子，你们看，你说是个短裤，然后我里面穿个灰色的丝袜，好痛！哦，我肚子都被勒疼了，敲疼了。等我1个小时之后跟我说一下。我来讲这个性压抑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讲。我想尿尿了，再等一下吧，我先憋一会儿。先把性压抑的事情讲完。我自己写的。再次声明一下，我以下所有讲的内容全都是自己主观的想法，没有任何的代表立场，也不用大家把这些话当真，或者是拿出去做研究贴片。好，然后还有听听开玩笑就好了。如果你愿意信我，或者是你愿意听可以听，如果你不想听，主要还是看你自己。而且我要声明一下，不然会粉啊！谢谢前世今生，这是又抽到了吗？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谢谢啊，爱你！谢谢前世今生的小金猪和御天苍龙，谢谢。你要被我吃掉了，你要被我吃掉了。你要被我全部吃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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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掉。我们讲的是性压抑的事情，我刚才已经声明过了。现在你把那个前世今生拉进我们那个群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进来，我们可以一起聊天。他好厉害哦，一直都在抽。其实我刚才也讲过，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有些人跟我讲，他说我性压抑，我性成瘾，然后问我怎么办，选择怎么办，我有性瘾，我性压抑。其实并不是性压抑，就是我觉得它叫爱压抑，可以这么说，叫爱压抑，不是性压抑。它其实就是通过性去来补偿他内心的一个空洞而已。我是1995公会的，就是很多他会有一些情感的需求，可是他得不到满足，他会觉得我是个男人，我有些东西我不能去像女人一样去表达，就是可能他会觉得如果我去在别人的面前去表达了我很脆弱，我很需要情感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异类。因为男性他从他的老祖宗那一辈到现在，他们的基因里面都刻着，就是我是个男人，我不该去哭，我不该去情绪的去表达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情绪的缺口都
归结为性需求。他们会觉得可能通过去做这件事情可以摆脱他们自己的情绪困境。谁呀？怎么这么晚了？有人按门铃，我去看一下。等我一下。我家有按门铃。谁给我点的甜品？谢谢你。我去尿个尿，等我一下哈。小猫不用洗澡了，我去上个厕所，能不能等我一会儿？憋的有点憋不住了。吃一个甜品，静一下音。不能带你，我们男女有别，女孩子都不能一起上厕所，在一个房间里。我介意，我怎么把静音呢？静音。
继续说。吃播好，谢谢人生。我先把我那个讲完，然后再开始吃。讲到这个情绪脆弱，就很多男生啊，他情绪很脆弱，但是他不能去把它表达出来，他就会有这个情绪的缺口。其实男性有时候说在深夜里哭或者是怎么样，他连朋友圈都不能发。如果他发个朋友圈，人家看到你是个男的在那边发一些什么很矫情的东西，会觉得你像个女人。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男人其实是只能去拿性这件事情去作为一个缺口，去补给的缺口吧，我这么认为。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一个大部分男性的一个困境吧，可以这么理解。那我们可以说男性他又不是石头，对吧？他也是有一个感情需求的人，他是人啊，他也有情感啊，对吧？女性困境，现在你们不是大部分都是男性嘛，所以我讲男性困境，女性困境也有很多。女性困境大部分是很多是像婚姻啊之类的，也有很多。但是你讲女性困境，你们又不要听的了。因为在以前我们就是都最早以前都是比较厉害的男人才可以当组长啊，什么弱肉强食啊，就让男性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因里面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脆弱部分，我觉得是蛮可怜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把他们的需求掩盖掉了，以至于他们可能会被异化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好像我从来没有被爱过，就他也不知道这个没有被爱过这种压抑呢，他这种情绪该怎么去释放，以至于他可能就会被退化掉，就直接会被退化掉了，直接他这种情感的需求会被退化掉，而演变成一个什么性瘾啊，有些人说什么性瘾啊，或者什么性压抑啊，什么这种东西。所以我说男性这种性压抑其实是爱压抑，就在我看来是爱压抑。我们在这种520的节日去讲这个事情啊，不会怎么，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又怕别人嘲笑他，朋友圈也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也不知道跟谁说，就是这样子，就很委屈。而且其实在互联网上大部分人都很功利，对，大部分人都很功利。你会发现就是我要在，就像女人她说也是很功利的，她要在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什么。网上那些短视频啊经常会教那些女人，你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大结果，你要长得小美、中美、顶美，什么样的美男人才会喜欢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什么你要拿到大结果，什么东西，你要长成什么样子，你的鼻子要怎么样，你的眼睛要怎么样，嘴巴要怎么样，你的身材要怎么样，你要多高，确实是这个样子。男人确实是看女人的
美貌的，但是男人更多的医美广告，对，我看好多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结果，什么叫大结果？仅仅只是因为你好看就可以拿到大结果吗？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大结果是什么？你觉得多好看才能拿到大结果？多好看才能拿到大结果？我也不知道，反正经常看到网上说什么拿到大结果啊，什么什么的。只是我觉得，像这些事业都非常好的男人，家里条件也很好的，见过世面的男的，他其实对那种美女已经看腻了，他要的更多的是情绪。就是能真正在这些男人身边的女人，她一定是把这个男人哄得非常的开心，他的情绪价值得到满足了，他才会把这个女人留在身边，而不是说看她多漂亮多漂亮多好看多好看。这是我认为的啊，因为我觉得男人他在情绪上面的缺失其实比性压抑要更重要。如果说就像我讲的，如果说一个男人他对性他非常的在意的话，他一定会只找特别特别漂亮的美女。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某某某男明星找了一个某某某某网红，就我们看不是特别好看啊，来不是很好看，他肯定不是大美女。为什么？为什么吃得死死的？为什么？情绪啊，男人就是缺情绪啊。就像你们现在在我的直播间，你们要的也是情绪吧，也是要陪伴吧，也是要那种感觉吧。也许你不知道我正在说什么，对吧？但是你要的是这种陪伴的一个氛围和感觉，这不是情绪吗？是不是？这不是情绪的一种吗？这不是情绪的一种。你不是不代表别人不是。如果你真的想看美女，或者是你真的想看那种，你就换网站了，你没有必要看我。除非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美到不行了，没有人再比我更美了，你只能看我了。只有这种可能你会在直播间看我啊，不是因为情绪是什么呢？但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就我美到那种天仙谁都替代不了了，那种美的不行了，你一定要待在我这里。不至于吧？对吧？大家来我这里都是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还是一些情绪的需求，对不对？说的没错吧？说的没错吧？舒服，舒服是怎么来的？舒服并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舒服是因为我整体给大家带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情绪。你们可能不承认，但就是的。这是我的一个优秀，比别人优秀的点，就是你在其他直播间感受不到的这种，并不是因为我多好看，你要明白这一点。不全是承认就是示弱，你在我这示弱没关系的，就是你在我这示弱，并不代表了你真正的弱。人总要有情绪缺口的，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我反而觉得你很真实，我觉得你在我这里就是可以卸下所有的东西的。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这么一躺，我的那个后面背就不舒服。
我刚才说了，我说，可能你们是被我的外表吸引进来的，只要你在我这里多待1秒钟、2秒钟、3秒钟，那就是因为我给你们的那种氛围很好，或者你在我这里很舒服。那你一旦感觉到舒服了，那就是情绪，我给了你情绪。是这样，你们不用不承认，这没有什么好不承认的。也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好看，因为你们要看那种东西，早就不在我就看我了嘛。一个男人，他懂得怎么去释放自己的情绪，是一件很成熟的事情，不要觉得不好。我刚才说了那么多，我只是希望你们能适当的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你的心理才会变得更健康一点。包括那方面其实也是一种不仅仅是解决了生理问题，也是解决了情绪的缺口。谢谢安妮，谢谢。我没有男朋友。传统教育，其实我没有怎么打扮，但是我会稍微打扮一下，我不会素颜给你们直播，因为我觉得要尊重直播间的人，要一个好的状态去面对你们。没有老公，我为什么一定要有男朋友和老公啊？为什么呢？你要问问题记得卡上牌子，我的粉丝牌。谢谢巧克力，巧克力，谢谢巧克力。我刚才讲那么多，你还没有听懂吗？我说的是这方面的需求，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发泄，并不是全是那个。刚才讲了那么多，也是有可能，如果是你一个礼拜你弄个1、2次，我觉得那是你生理正常的需求。你一个礼拜天天都在弄，我觉得那你就是情绪需求，这么理解。你情绪缺失，你缺爱，你需要人爱你。爱有很多种，做那个事情只是爱的其中一种。有的时候为什么人喜欢做那个事情，是因为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他爱是最直接的，你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你被抱着，你被吻着，你在身体里就是爱，什么都是爱，爱的方式有很多种，能理解吗？如果你一个礼拜你只弄2次，你生理需求你要发泄一下，因为你需要用那个东西，你不用的话你会缩小，但是你一直在弄，就是情绪的问题。你就是爱，为什么喜欢做那个事情？因为他爱的更真实。可是我们生活中的爱，他摸不着看不到，特别是男人为什么对这方面这么痴迷？因为男人他更直接的东西，他不希望那种什么又是拐弯抹角的，直接的抱，直接的亲，直接的在肌肤跟肌肤的接触，这就是爱。所以你们要知道爱这件事情，你要学会各种爱，而不是
你要学会各种各样的爱，而不是仅仅只是这一种爱。如果你学会了所有的爱，那你没有拿不下的女人，那你没有谈不好的恋爱，知道吗？不弄是会缩小的呀，我上次讲过的呀。在聊爱，不弄是会缩小的。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为什么，就是如果说你一直不用它，不使用它，就是它一直不播气的话，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因为我讲过很多次了，就不信我。就如果你一直不播气的话，你的海绵体它是一直不充血，它的海绵体它是不会膨胀的嘛。它海绵体的膨胀，它只有一种可能，它是充血嘛，对不对？但是你想，你如果不充血，一直不充血，你一直不去想，一直克制自己不充血，它就没有弹性了。它海绵体它里面的组织就会钙化，它钙化了之后，它是不是就会变脆？那么它是不是就是没有弹性，它就缩小了？那么同理，如果说我们经常去使用它，一直充血，它就像皮肤一样的，它有弹性，它一直撑大，一直缩小，一直撑大，一直缩小。它就像我们的身上的这个筋，我们拉筋嘛，筋是不是会越拉越软，越来越松，对不对？也不是松吧，越有弹性，像劈叉也是。那如果我们一直充血，每一次充频率比较高，每次充到最硬，那是不是会变大？它的弹性变大了，它能充血的那个量是不是就更多了？它充血液，它充在里面的量更多，是不是就会变大？是科学的原因，你们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你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但是你不可以过度，就是如果你过度了的话，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那么会更差。所以你们要在适当的身体觉得还不错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平衡的去充血，知道了吧？所以不能不用它就是会缩小的。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而且非常恐怖的事情，如果你经常不用它，你经常没有精力出来，那么你们以后可能会得前列腺癌。我不是在吓你们所以适当的去 DIY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也不能过度。就像你运动跑步也不能过度，你可以运动，可以跑步，可以让自己身体变得健康，可是你过度了，前列腺癌，可是你过度了，你就会死翘翘，能明白吗？能理解吗？有人就是因为过度的跑步死翘翘了，对吧？就是你们知道是谁，我不说了。一样的，跑步是一件好事，对不对？是一件好事，过度会怎么样？会死翘翘。那个也是，这个不是件坏事，这是一件正常的事。过度了之后也会死翘翘。你不用给我，就是你自己解决就好，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只是你的一个辅助，你不用跟我讲的，你自己直接做就可以了。女的会怎么样？女的也会得尿道炎，就是如果她频繁的去做那个事情的话，也是 DIY 的话，她会得尿道炎，因为一直刺激，她那个地方会发炎。就是首先你的手如果不干净的话肯定会发炎，
其次一直刺激，它是处于一个一直膨胀的状态，它酸碱就不平衡，它的酸碱不平衡了之后就会发炎，那就会得尿道炎。太久没有 DIY 会怎么样？我都不用手指的，现在谁还用手指啊？过时。这么多工具不用，谁用手指啊？累不累啊？是没有 CD， 但是它如果一直冲，其实是会得尿道炎的。这个我不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得过。年轻不懂事，然后一直弄，就得了尿道炎。我有工具啊，就是因为我有工具啊，就是因为我有工具。哦，你不要问我了，这是一件其实不能公开的事情。但我没说，好不好？我只是拿我自己做案例告诉大家不要这么做，但是你们不要关心为什么我会这样，这是一个经历，你知道吗？就是人都会犯错，他错了之后只要没造成很大的影响，他知错能改，他知道以后不要再犯，他就会当成一个教训去告诉大家你不要这么做，知道吗？因为我的那个工具它频率会比较快，所以就可能跟男人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女人的话她是可以没有 CD 的。你刚才有人说我没有 CD 的，就是一直就很不好，就是很不好。不是年纪越大瘾越大的，这个是跟女性的身体有关系。你们不要被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梗，他们并没有什么研究证明说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女性年龄越大瘾越大，不是这样，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它是根据女性的生理周期去决定她的身体需不需要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喜欢关灯啊？这很简单啊，因为他害羞啊，他对自己的身材不自信啊，他怕你就是羞耻感。你一直开灯的话，他那种羞耻感爆棚了，可能他会更兴奋。很多女人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要看她能不能接受羞耻感这件事情，她又是怎么去看待羞耻感这件事，这个情绪。如果说有些女人她对羞耻感，就是羞耻感这件事情作为情绪去搞，就是作为情绪去，就是两个人之间其实是可以非常快乐的，就是两个人之间，因为羞耻感这个东西是给人带来情绪的，对于女人来说是给人带来情绪的一个最大的点。对，就是但是你要在对方答应的条件下才可以去做，如果对方是很不情愿了，甚至于拒绝你或者哭的话，你不可以强迫别人的。任何对方不想做的时候，你去强迫别人都是不可以的。做多了是不会变松的。你是听谁说的？你是听谁说的？你没有那个见过女人吗？这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道，那个我该怎么去念？普希，它的通道这个里面，它的收缩其实是可以让它更加的紧致，更加的有弹性的。它不会因为经常去做这个事情而松掉，反而会因为它的收缩会让它更加的有弹性，更加的有紧致。我就告诉你们有一个
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吧，就是你们知道那种产后修复吗？你们知道产后修复吗？产后修复是为了让它那个地方更加的有弹性紧致，对不对？就训练那一块的肌肉，是不是？好，那产后修复的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杠铃，他们会把这个小杠铃放在那个剖析的里面去做家务或者去运动。你们来想一想这个原理，为什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大腿肌肉会更加的用力，对不对？那如果里面放着一个小哑铃的话，它是不是会让它的肌肉的动能更加的大？也就是说，那这么解释的话，是不是解释得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如果说做那个事情，会不会让人变松？现在你跟我说，会不会？会不会？我家猫睡着了，你不会吧？产后康复训练都是用这个方式去康复的，会变紧。那做那个事情还会松吗？如果这个时候还跟我回答会松的人，他可能智商不是很好。讲得这么清楚了，就感觉像个弱智一样的，就是真的很像弱智。松可能是天生的，这个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去改善，但并不是因为做多了，好吗？不要再看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因为你太小了？是不是因为你太小了，你才觉得别人松？请你好好的，就是你自己大脑是不是这个地方去看一下，精神科去检验一下。信了他又没有什么最牛逼的，没有什么最厉害的。几点了？几点了？好像1:09，不到1点半吧。没有什么很最牛逼啊，最厉害啊，这种东西你都要看对方的，就是比方说一个1.6米的女朋友，你的女朋友只有1.6米，你有18，那么你们俩一定是不合适的，你们连开始都开始不了，再大有什么用呢？你能理解我说的话吗？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大不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合不合适。你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大。如果有一天你找了一个1.6米的女朋友，你那么大，你们连在都在不一起，你直接就分手了，你还在意大？因为健身的时候一直在用这个睾酮素去充能你的肌肉，你长肌肉用的就是你的睾酮素，包括你在想要充血的时候也是睾酮素。你在健身的时候睾酮素都用去长肌肉和运动了，怎么可能会让你有那个感觉呢？所以很多人在健完身了之后，他的那个欲望会下降，是这个样子的。和身高是有关系的，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怎么可能跟身高没有关系呢？人高的人，你就像一个娃娃，等比例放大，它所有的地方都会变大；等比例缩小，它所有的地方都会缩小。所以你们到底是有没有脑子呢？人种问题，有一些外国人，他可能他们的构造，人体构造就是会比较深，或者是比较大。真的是。我的私事我不喜欢在直播间说，好吗？你们有什么问题带上牌子问，但是不要问我啊。带上牌子好吗？对，你去问 AI 这些问题 ，AI 也不一定会告诉你。这些问题，因为 AI 可能它会那什么，就是会不回答。你知道吗 ？AI 马上他们要都是在装那些 AI，就是一直在装。他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告诉你。明天播的，明天521嘛，今天520。你去搜黑科技工程机就可以买了。某宝上搜黑科技工程机。你相信可以，你可以相信多宝呀，完全可以。小鱼，哎，去，辅助你的毛线，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给你一巴掌好不好？去某宝上搜黑科技工程机。新手养猫养蓝白蛮好的，蓝白脾气很好，你可以养巧巨坠这个品种的巧巨坠。你很喜欢巧巨坠是吧？对，是工程机器的机。我更推荐男生去游泳，或者是做打网球啊、打羽毛球这一类的运动。特别是打网球，其实是个全身运动加下半身力量，对于男生来说，那方面的效果特别好。矮脚都花，可爱是蛮可爱的，但是我建议养那种正常体型的猫，不要养小体的或者是折耳啊，包括矮脚啊，寿命会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养那种正常体型的猫，那么寿命是最长的。我都不养折耳的，因为折耳它很容易得病。骑行我建议不要，因为男孩子骑车很容易把那个都很适合游泳，小孩子游泳拉大长腿，孕妇游泳生得好，女孩子游泳体型好减脂线条好，男孩子游泳全身肌肉好，老人游泳更加好，就没有小孩子在里面大便尿尿了。你到了那个下午，那些小孩子放学，那小孩子在里面大便呀尿尿啊。
容易受伤。有好多人踢足球，把那个脚嘛跟腱摔坏了，什么反正脚踝什么的都有的。就你们选一些安全一点的运动吧。反正我是不敢去滑雪的，我很怕摔骨折。骨折2次了，再骨折我记得。就是我每养一只新的猫，旧的猫就会生气1次，就会跟我生气，所以不养了。一直在克制我自己。有时候看网上那些猫都有好想养，后来想想我家的小猫，我就不养了。4只猫会议，4只。你忍受你好久了已经。近5分钟，就近5分钟吧，也不用来黑他。他活跃个屁的气氛，他在活跃哪门子的气氛？再抽一个抱枕，最后一个吧，再抽一个抱枕，我们再抽一个人形抱枕啊！大家记得上电视。宣子的人形抱枕现在还没有样子，等到了样子我会给你们看的。抽暗恋水晶就可以了。猫其实就像我的孩子一般，我现在没有我家猫是不行的。谢谢爱我的粉丝通行证。这个可不可以再拉高一点看看？这样。看我家后面那个毛多可爱。手手给妈妈。做绝育了。那只手手呢？这只手手给妈妈。这只手手给妈妈。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行啊？啊，这个手手给我，这个手手给我，这个手手给我。现在可以给了。蓝白是真的很乖，性格非常好的小。摸下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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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下巴。猫可爱吧？它特别可爱。小龙猫性格也很好的，小龙猫它是龙猫，性格很好的，就是黑白色的奶牛猫，那种花色的猫，性格是比较好的。像这种蓝白的性格也很好。但是那个全蓝色的猫，蓝猫嘛的性格有点不好，性格也很好的。三花的性格也很好的，但是三花一般都是母猫。我这顶光，哎，520陪你们过呀。上电视，你们不是要人形抱枕吗？我的全身人形抱枕，你们1个水晶就可以上了电视。然后像这个叫蓝白的话，会比较性格好乖。小脊椎不会咬人，从来没有咬过人，从来没有。不能买，现在不能买，只抽一个爱恋水晶上电视。我现在爱恋水晶就差
就差11个2星的就完成了任务，2星任务就完成了。拖拉机来了，拖拉机来了。我这里顶光太严重了，只能往后一点。那个是顶光，顶光照的那个发际线都会这样的。我的发际线蛮好的。我头发不稀疏，我头发非常多，你可以看我的视频，因为这个直播它是顶光，它会把这边这一块给照。谢谢以南，我发际线很好的，我也没有植过发。恭喜小虎牙！哎呦，哎呀，没中奖吗？现在目前还不能买，要等一段时间。今天是最后一个抽奖了。线下虎牙现在目前没有线下活动啊。我晚上睡觉不跟他们在一起，我晚上睡觉都把他们关到我的房间外面，我把门关上的。1点半了，最后一个抽完了也没有中，没中奖。你们还有人没有丢过虎粮的吗？弄完了我就去给你们放录像，我就睡觉了。虎粮丢完我就去给你们放录像，我就睡觉了。然后有小礼物的可以再送小礼物。我们虎牙粉丝牌12级可以进我们的12级粉丝群。我们粉丝群的话有2个，有3个，一个是 QQ 的，一个是那个的。然后你们12级进12级的粉丝群，你们守护进守护的粉丝群，开了守护都可以进粉丝群。进粉丝群联系我们的场控深蓝，还有没有要开守护的？没有开守护的我就去放录像了。还有开守护的吗？
后面还会抽抱枕吗？我问一问那个公司的人吧，我问一下他们。抽床单，床单子，我这个床单你们可以自己去买，你们可以去那个搜这什么小熊纯棉就可以搜到了。抽我的床单干嘛？我的床单都已经旧了，我都想买新的床单了，都旧掉了都。没有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啊，不然以后你们找那个变魔术的人找不到。我盖过的，为什么喜欢别人盖过的？你们要是真的喜欢我这个床单，我可以把它挂在闲鱼上卖二手的，但是一定是洗过的啊，肯定不是没有洗过的，我自己也得洗。我不贵啊，就200多块钱一套。我挂的话还挂200多啊，我肯定要洗啊，不洗是不行的。我不会卖自己没有洗过的东西的。鞋子的话也没办法洗，鞋子之前在闲鱼卖几双靴子，我在闲鱼卖给那种女生二手的靴子，还有鞋子都是拿到干洗店洗过的。像这种靴子的话，我自己水洗不了，只能是去干洗。我卖这种二手的衣服还卖过蛮多的，都是要么就是吊牌还没摘，然后放到那边一直都忘记穿的会卖，还有就是要么就是穿过的然后洗过的再卖的。因为我跟大家都讲清楚了，我的衣服一定会洗，我不会卖自己的一些贴身的东西没有洗过的，就算再值钱我也不会卖的，因为等于是把我自己身上的磁场卖出去了。谢谢巧智开头的超粉 plus。 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些眼前的利益丢大的，叫因小失大。就是你知道人的身上都是有磁场这件事情吗？就比方说我今天我送你一个我戴过的手链，那一定是我非常喜欢的人我才会送给你的，因为我戴过一段时间的东西有我自己身上的磁场，我送给你代表我信任你，我喜欢你，我愿意把我身上的磁场给你。但是如果是像你们这种我不认识的人，不会给你们我这种戴过的东西或者是没有洗过的东西给到你们，这等于是把我自己的磁场给你们，我会有倒霉的，所以我不会做这种因小失大的事情。你们也不要劝我卖什么丝袜呀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不会的，我相信磁场这个东西的，不可能我不会因小失大的，就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卖这种什么贴身的丝袜这种，你们就不要想了。微博送的是丝袜味的香水，这个香水是臭丝袜味的。你们如果喜欢的话，你们去看一下微博上面，就是你们这个就这个抱枕，对，这个抱枕你们好像是干嘛来着？我看一下，什么前20名会随机送贴身丝袜香水，你们去看一下微博，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抽，我不知道，看一下，去看一下。我不是什么东西都涉及，是我有时候看一些道家的东西，然后我挺相信这些的，就是我相信
太极什么道家什么，就是我相信这种东西，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磁场，我相信这些东西，所以我不会把我的贴身的东西给别人。我自己的磁场我也不会去，我不会去夜总会。我不会就是因为自己无聊去夜总会，但是如果是我有工作或者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商务应酬，那我觉得是要去一下。但是如果是那种无聊了这种夜总会，我不会去，因为这种地方也是磁场不好的地方，包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我都不会去，因为我觉得磁场不好。酒吧我现在也不去了，就是我无聊不会去酒吧，那种蹦迪吧无聊我不会去。因为我是觉得像这种地方都是大家去发泄一些负面的东西的地方，它充斥着不好的磁场。也不是因为灌酒，就是这些地方充斥着不好的磁场，充斥着乱七八糟的人。而且我为什么会这么讲，是我有一段时间骨折，你们都知道吧？我有一段时间我的肋骨骨折，你们都知道吧？不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是吧？丝袜香水就是臭丝袜味的香水，不知道我跟你们说，就是那段时间我认识的杂七杂八的人太多了，我才会骨折。我不会平白无故去摔那一跤的，我摔那一跤就是乱七八糟的人太多认识了，所以我之后我也再也没有去认识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我觉得是有关系，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我怎么摔的？我就是莫名其妙被一个东西吓到了之后绊了一跤，正好其实我感觉像被人推了一把，就可能是有一点，但是我确实是当时的感受啊，我就直说跟你们讲，那也不是一个恐怖密室，那也就是个 RPG 交互剧场，里面的 NPC 是可以对话的。其实我那个地方我玩过2次了，里面就是稍微有一点黑，然后我进去了之后，我感觉像是被人推了一把，然后我才摔的这一跤。就是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回顾了一下，我那段时间认识的那些人，就是乱七八糟的人太多了。对，我那时候磁场也不强大，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很委屈的，也是一个怨气很重的一个时期，因为我那一段时间就是在打官司。为什么打官司？就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平台不让讲。反正就是那段时间我自己的怨气也很重，包括我认识一些乱七八糟的人，这些人我现在有的都不联系了，有的删掉了，就是有一些对你的生活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帮助的人，没有必要再跟他继续交往下去了，你也没有必要去迎合他们，或者是我的朋友叫我不好意思不去，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这种社交，有一些不好的社交，有一些无用社交，你不要就不要了，真的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不用去觉得对不起或者是没有面子这种事儿，不用的。不用，我现在很好，就是自从我远离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乱七八糟的社交，开始自己专注于自己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变好的，它会往好的方向走，也不会让你去摔跤啊或者是之类的呀，就很少了，就是很少了，就不会有这些事了。所以我是希望大家是尽量不要烈士陵园
也可以，就尽量不要去这种接触一些无用的社交，或者是为了去迎合一些无谓的人，去浪费你自己的磁场和你的时间。对，尽量做自己想做的事，专注于自己就好了。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然后差不多我就下播了，我就给你们放录像了。甜品是凉的吗？还是热的？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了大家，所以我是从那个事情开始相信磁场的，以前也是不信的。晚安黑夜，晚安小虎牙，晚安 Carrie， 今天穿白色吊带。晚安吴燕，晚安老虎。就是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不要太过于被别人左右或者是影响。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些高位者他们所说的话，就是一些比较权威的人讲的话。你身边那些不知道是谁的人，尽量他们讲的话不要太信，包括我的话你们也不要太信。你们这就是一定要去听的话，就听一些他是有那种在他那个领域，他是在他那个领域有绝对的地位，有绝对的资质的人去听他，知道吗？拜拜。晚安思阳。我没有小课堂，晚安小贝贝，我